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牺牲惊人，张继科欲复出，赵露思自尝苦果。王一博在超跑锦标赛练习赛上遭遇意外，宁波近期持续降雨，路面又湿又滑且积水严重。王一博驾驶的车子经过一段有积水的坑洼区域时，瞬间失控冲出，撞上赛道护栏，还旋转了好几圈，车头部位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坏，看上去那场面着实危险呢。不过幸运的是，王一博本人并未受伤，车子停下之后，他就自己下车了。随后工作室迅速发布了报平安的微博，明确表示29日的正式赛，王一博将照旧参加，请粉丝们不用担忧。这件事传开之后，网络上议论纷纷，很多吃瓜群众十分好奇。按理说，王一博身为顶流，日常的演艺工作行程应该应接不暇才对，同等级别的其他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，为啥他却老是参加危险系数这么高的极限运动呀？尤其是仔细算一算，他都1年多没开工了，这点确实很让人费解。其实呢，王一博就是特别喜欢挑战极限运动。要知道，王一博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韩国当练习生了，在那里待了好多年。大家都知道那边环境高压又暗黑，王一博没少吃苦头，遭受了各种职场霸凌，甚至被迫去混饭局，讨好大佬，牺牲相当大。所以他本身有很多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痛需要治愈，也有极强烈的情绪需要释放。在接不到合适资源的状况下，他就任性的跑去挑战极限运动来释放压力了。接着来说说赵露思这位4亿随性低姐，她参加的那档预制菜综艺播出之后，她的问题可越来越多啦。在节目里，他对着一位农村阿姨诉说做艺人的艰难，可背景画面里是阿姨家灰白色且破旧的水泥墙，这对比十分鲜明，那讽刺感直接拉满了。真不明白这种收入超高的艺人怎么好意思说出那种话，他参加这综艺到底有啥意义呢？还有啊，当提到农村小朋友要爬悬崖去上学时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心疼，反而是来了句太酷了。哎呀，这让人不禁想问，这不是和不食肉糜在互联网时代复活了吗？普通人的苦难在他眼里居然成了酷，这姐被观众骂，还真怨不得别人。另外，他和农村小姑娘聊天的时候，特别得意地问人家拍过艺术照没，还说自己7岁就拍过了，把自己带入小姑娘的视角，那恼火的感觉一下子就上头了。节目中，他碰到一位做非遗的老爷爷，由于没人学手艺，老爷爷的技艺没能传承下去，他可好，自以为什么都懂，直接就给老爷爷扣了个自私的帽子。这个高收入艺人的傲慢和高高在上，在这一刻体现的那叫一个彻底。现在他的粉丝使劲给他找理由开脱，但说实话，这节目把赵露思的真实模样完全暴露出来了。他真有点郑爽出事前的那种感觉了。再说说他之前生病的事，他非说自己是抑郁症发作，但据圈内人爆料，其实是他打肉毒，做医美太多留下的后遗症。他还消费抑郁症，把抑郁症当娱乐，绑架网友心疼他。只能说，赵露思从曾经路人缘挺好的元气少女，落到如今人人骂的地步，完全是自己造成的。张继科也不消停，最近直播的时候，他向黑龙江队的总教练王菲喊话，说自己想复出，要是2029年全运会要人，让教练私信他。他还放狠话，说自己只要训练3个月，就能打赢现役国乒男队的大部分人，那叫一个狂妄，还以为自己处于巅峰期呢。王一博牺牲惊人，张继科狂言复出，赵露思自尝苦果，娱乐圈暗潮汹涌。在娱乐圈这片光怪陆离的江湖里，
明星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大解读。近期，王一博、赵露思、张继科这3位截然不同领域的一体名人，先后成为了舆论中心。一个因赛车险些酿成大祸，却依旧执着挑战极限；一个因综艺表现不当，从元气少女沦落为口碑塌房；另一个则因复出宣言，引发大众对昔日冠军的唏嘘与质疑。看似不相关的3人事件，却在无形之中折射出当下娱乐产业的荒诞与现实。王一博从顶流偶像到极限玩家，惊险一幕，赛车意外牵动万千粉丝。初，宁波持续暴雨，赛道湿滑。王一博在超跑锦标赛练习赛中，车子经过一段积水区域，瞬间失控，冲向护栏并剧烈旋转数圈，车头严重受损。现场画面触目惊心，一度让粉丝心惊胆战。所幸王一博并未受伤，他自行下车后，工作室第一时间发微博安抚，一切安好。29日比赛照旧。网友们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也忍不住质疑，作为顶流，他为何屡次置身危险运动？在演艺工作满档的环境下，他却1年多没有新作品面世，反倒沉浸在摩托、滑板、赛车等高危运动中，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？极限运动，热爱还是逃避？熟悉王一博经历的人知道，他年少便被送往韩国当练习生，忍受高压训练、资源争夺和职场霸凌。据传，他在艰苦环境中常常要陪笑脸混饭局，这段暗黑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言说的心理阴影。如今成名，尽管财富与地位剧增，但精神层面的空洞并非轻易填补。他选择通过极限运动释放压抑的情绪，同时也用这种方式证明自我价值。然而，这样的解压方式却让粉丝始终担忧，若真出现意外，他个人的伤害是一方面，背后牵扯的巨额商业合同和团队利益才是资本无法承受的。一个明星究竟能否任性？这是王一博事件引发的最大争议。娱乐圈中的非典型顶流，与其他顶流艺人相比，王一博的职业轨迹颇为特殊。他没有急于通过影视剧或综艺巩固人气，而是大规模减少公开活动，转而沉浸在个人爱好里。有人说这是潇洒，有人说这是逃避。但无论如何，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对抗了娱乐圈流水线般的运作逻辑，他既是特例，也是矛盾体。赵露思从元气少女到口碑塌房，一档综艺引爆争议。与王一博的冒险不同，赵露思则因参加一档预制菜综艺而陷入口碑危机。节目中，她面对农村阿姨诉说做艺人的辛苦，身后却是灰白破旧的水泥墙。画面强烈的反差感让观众感到讽刺与不适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当被提及农村小孩需要攀爬悬崖上学时，他居然脱口而出太酷了，将他人的艰难视作猎奇谈资。此言一出，网友直呼互联网版的何不食肉糜，赵露思的共情力缺失暴露无遗。自我中心与优越感。在与农村小姑娘聊天时，他得意洋洋地提及自己7岁就拍过艺术照，试图把童年经历与对方对照，结果引发观众反感。面对非遗老匠人，他甚至武断地评价没人传承是因为你自私。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彻底击碎了邻家少女的公众形象。赵露思的问题在于，她习惯性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，却忽略了在现实语境中，言行会带来怎样的冒犯与伤害。这不是单纯的说错话，而是价值观与立场的真实暴露。从路人缘到群嘲，早期的赵露思因甜美长相和灵动表演赢得观众好感，传闻中的陈芊芊更让她成为95花代表。然而短短几年，随着曝光度增加，她逐渐陷入口碑反噬。无论是消费抑郁症博同情，
还是医美后遗症被当作病情传播，亦或是综艺中流露出的傲慢，都让她失去了原本最宝贵的真诚感。在舆论场中，她已不再是那个被原谅的少女，而成为大众群嘲的对象。张继科冠军梦与复出狂言，直播喊话，想在2029年全运会复出。昔日乒坛藏獒张继科近日在直播中喊话黑龙江队总教练王菲，如果2029年全运会需要人，可以私信我。甚至扬言只要训练3个月，就能打赢现役国乒男队大部分人。这番话引发轩然大波。要知道，张继科已退役多年，竞技状态早不如前，而现役国乒男队中年轻选手层出不穷，水平远超往昔。张继科的豪言壮语更像是一种对巅峰时期的留恋与自我安慰。从偶像到争议人物，张继科曾是国乒最快成就大满贯的运动员，球风奔放，性格直爽，被誉为最具娱乐属性的冠军。然而退役后，他频频因负面新闻登上热搜，从欠债风波到商业口碑下滑，他的公众形象已大不如前。此次复出宣言，无疑是一次高调的存在感刷屏，却让人质疑其是否真有决心回归，还是只是炒话题。体育与娱乐的尴尬融合，张继科的经历折射出一个现象：当体育明星转型娱乐时，往往容易迷失。体育舞台的巅峰荣耀无法永久延续，而娱乐圈的逻辑又与竞技场完全不同。张继科想要重新赢得掌声，却选择了一种最冒险的方式，用狂言制造话题。但观众买不买账，仍是未知数。三人事件的共性与启示：王一博、赵露思、张继科三人身份不同，经历不同，但他们近期的事件却揭示了娱乐圈与公众之间的微妙关系。明星的自我与公众期待的冲突。王一博沉迷极限运动，满足了个人精神需求，却与粉丝的安全期待相悖。赵露思享受高收入的优越，却缺乏与大众共情的能力，导致口碑反噬。张继科怀念巅峰，用言辞制造声量，却忽视了竞技体育的现实。光环下的真相更容易暴露。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，明星的每一句话、每一次选择都会被无限放大。他们不再是神坛上的偶像，而是放在显微镜下的普通人。一旦人设与现实脱节，崩塌就不可避免。娱乐产业的荒诞逻辑，明星们往往在名利场中寻找平衡，有人通过极限挑战解压，有人通过综艺刷存在感，有人通过豪言壮语博话题。背后折射的正是当代娱乐产业对话题性的极度依赖，无论正面还是负面，只要能制造热度，就是资本眼中的价值。王一博的赛车意外，让人看到顶流偶像在追逐自由时的冒险与代价；赵露思的综艺失言，揭示了艺人缺乏共情力所带来的公关灾难；张继科的复出狂言，则是体育明星在转型困境中的自我挣扎。三人故事或许只是娱乐圈的冰山一角，却让我们再次意识到，明星不是神，他们同样会迷失，会任性，会说错话，而观众与舆论则是他们无形的裁判。在这片镁光灯下的江湖中，没有谁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